中国的总理真不好当，因为他责任太大，而权力又太小。明年的2027年，李强会留任总理吗？现在的第一副总理丁薛祥会由副转正吗？其他的地方大员有没有黑马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美西时间7月12号，现在的中国11个省市最富裕的发达沿海地区正在经历水灾、火灾，再加上台风。你像沈阳都已经进入了红色警报，街上的汽车在红灯里冲，而车上还有人。那你要问了，在中南海还有各地的大员最关注的是这个吗？当然，大多数人关注的应该是明年的权力大蛋糕怎么切的问题，尤其是自己有没有能来一份。因为真正关注天灾人祸向来是副职要干的，一把手关注的只有权力，干活是副职的事儿。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政治局的委员，尤其是7大常委，现在关注的是什么？那就是明年21大了。通常是在明年的10月份和11月份就要决定下一任的常委，包括政治局委员、总理、副总理了。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想，那李强不是还没干够这个2届吗？这不是才1届吗？大概率呢是能够再干1届吗？还真不一定。因为明年他赶上那个7上8下了，明年他正好68岁。你看看，虽然说老习上台以来改掉了7上8下的原有的党内规矩，但这个也是让他下去的理由之一。今天呢，咱们就来聊一下哪6个人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总理。在聊这个人选之前咱必须把中国总理的含权量给大家一次讲清楚。你看其他国家吧，总理通常是政府首脑，是仅次于总统，但是在中国不一样。你以为说7大常委里他排名第2就是2把手吗？不是，真正掌握权力的除了1把手之外那就是这个副总书记那个角色，相当于原来的中央秘书长，他是掌握实际的权力的，而且有时候他还监管着组织部。你看，掌握了人事大权基本上就能当中国的半个家了。而现在这个角色绝不是李强，而是蔡奇。那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总理虽然作为政府首脑，他一共有6大核心权力不在自己手上。排名第1的是重大事项的拍板权，因为它上面还有党中央呢。因为国内往往是把党中央排在国务院之前，国务院是干嘛的？是执行、落实、贯彻的，真正决策人只有一个太阳，那就是习近平。大事还是老习来定的。那第2个权利呢，就是非常重要的人事权。这中国人连小学生都知道，人事权在组织部，除了中央组织部，再就是省市县的各级组织部。你这总理也仅仅是个推荐的权利，你拍不了板，签了字也不认。即使是政府的副总理和部长、副部长，总理也仅仅是个建议权。因为中管干部副部级以上，他还是要上常委会的，还是要上老习的。第3大权力那就是财务权。你以为说人行得归这个国务院管理吧？还真不是。因为现在的金融管理局央行，它上面有一个婆家，叫做这个金融工委，而这个是属于党的组织。虽然说组织机构你在国务院真正拍板开会研究决定仍然是党中央。第4个就是外交的权利。中国的外交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，你也是仅仅开个会而已。但是真正的外事委员会
是拿主意的人，现在的角色是王毅，即使王毅下去还有别人，而总理啊仅仅是参与意见的。第五个就是国防的权利，国防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，实际上啊，他们听谁的？听中央军委的主席、副主席的。那第六大权力就是刀把子公安部，这个啊大家都清楚啊。公安部它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，排名第3，但是它上面有个婆婆叫做中央政法委。你看嘛，这六大权力都被别人分走了。那总理管什么呢？他主要管一些社会事务，比如说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养老、医疗、教育、卫生这些事儿啊，恰恰是这个总理的职责。也就是说，各地出了事故了，你要问责的时候，就到总理这个层级了。所以说，中国总理啊都不好干。但你要问了，这个受气的岗位又没有实权，顶了个空名头，有啥意思啊？但是啊，中国的总理呢，他有个特点，你离这总书记也许就只有一步之遥。现在你没啥权利，但是如果你进了常委，成了总书记的人选，那一把手啊，谁也没有离你更近的。那我们就来聊聊，明年啊21大了，后年就正式接班了，谁有可能成为中国下一任总理？第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李强继续留任，因为老习在选总理的时候，通常会考虑3大指标，排名第一的一定是自己人，忠诚是绝对的，不熟的人啊他不用。排名第二的是要有能力，除了忠诚之外，你不能捅娄子，真的要干这些细碎的行政事务，身体要好，而且你要有经验。所以说主政一方是一个硬指标。第三个那就是啊年纪，你如果你已经70、80岁了，当这总理啊，身子骨根本就盯不住。所以说3大体系：忠诚、能力、资历和年龄。那我们来排排座位了。李强留任大概率。第二啊，就是现在的副总理丁薛祥转正。这个他为什么可能性最大呢？首先他已经是常务副总理的，第一副总理接一把手啊，是正常现象，也是原来的规矩。第二啊，他曾经是老习的秘书啊，上海的时候的秘书，信任没问题。第三个呀，是60后，哎，他这个年龄也占优势。那除了这2位，其他人有机会吗？还真有。那就是2位大员，其中一个是北京的尹力啊，一个是上海的陈吉宁。这俩人目前呢没有出过什么娄子，又是60后，又主政一方，所以他们冲击这个总理呢也有机会，至少冲击副总理，人家是靠前的。当然了，除了这4个人之外啊，2个人也有一丝丝的机会，那就是现在的2个副总理，一个叫做刘国中，一个叫张国清。这俩人啊已经是副总理呢，排也排到他们，要么是继续担任副总理，要么成为常务副总理，要么是直接当总理，机会不大。但是啊，如果前面这4个人犯了明显的错误呢？因为说句实话，你任何人预测明年的总理人选，这个都有猜的成分。因为什么呢？中共本身它是动态的，我敢说现在老习都没想好明年谁接总理，你信不信？为啥呢？是因为他看好的人也许明年期间啪出了一个重大失误，或者说呢出了一个重大的隐患，被政治对手啊把他那些黑账全捅到国外去了。哎，你想保也保不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事儿是我们的个人之见，不一定正确。如果您有观点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下期再会。